我们好久没有聊过投资了，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天。那很多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名特斯拉的长期投资者，从2018年底至今一直在持有。这是我人生中最成功的一笔投资。也因此啊，有很多老观众都问我，就是你为什么不试图去寻找下一个特斯拉呢？你比如，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投 NVIDIA？ 看着最近什么 AMD 啊、Oracle 这些公司疯涨，包括我的一位好朋友投资的 Lemonade 也在疯狂的增长，就很多人都会好奇。你为什么会错过这些显而易见的投资机会呢？不去投这些热门的股票呢？所以啊，今天我就想借这个视频来简单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不试图去寻找下一个特斯拉，或者说我为什么不去追求投资那些所谓的热门股。那我主要会讲4个原因，其中呢，我还会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不过啊，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花30秒感谢一下频道的长期合作商 Interactive Brokers。那 IB 呢是一个屡获殊荣、被广泛认可的全球性的券商，也是我投资美股的平台。那我喜欢呢，主要有2个原因。首先，它的交易成本很低，在很多地区没有手续费或者手续费低到没有什么影响。第二呢，它的换汇成本呢很有竞争力。我在加拿大买美股，经常要把加币换成美元，相比那些动不动就收1.5%以上的手续费的加拿大的券商来说啊，IB 的换汇费率简直就是太低了。那光这一点就足够让我选择他们了。那 IB 的优势还有很多，远不止我提到这些，比如它会为符合条件的账户里的现金支付利息，那它的期权交易功能也十分的强大，并且价格低廉。那强烈推荐你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来查看一下 Interactive Brokers， 你点击链接呢对我会有收益，那这算是对我的支持啦。好，那么现在开始。那我不去寻找下一个特斯拉，是因为这样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是属于一种做一半的行为。那经常看我视频都知道我是美剧绝命毒师的死忠粉，你看我的这个 T 恤就知道了。那在 Breaking Bad 里有一集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它叫做 No Half Measure。那这句话来自剧中的角色 Mike， 那意思是说呢，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底。那这句话也一直是我的人生格言之一。那其实在投资上啊更是如此。在投资组合的管理上呢，基本上有2大派。第一是彻底分散派。那我一直推崇普通人去投资标普500指数基金，这就是一种极度分散的策略。你甚至可以配置全球的指数，拥有所有公司的股票，拥有 everything。那第2个极端呢，就是彻底集中派，也就是将你的投资组合呢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甚至1-2只股票上。那这2大派其实就是对应着投资界2句看似矛盾的俗语，一句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而另一句就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然后看好这个篮子。那前者说的是分散，后者说的就是集中。所以到底哪种是对的呢？我认为2者都对，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条件和目标下的最优解。那我们先说集中投资啊，那如果你想在股市里所谓的赚大钱，通常需要2个条件。足够多的本金以及一个能够翻很多倍的投资标的。你比如说一个10倍股，但想要实现这一点，你必然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是一种风险极高的行为。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具备这么做的客观条件，因为大多数人呢其实是输不起的。那能够承受这种风险呢，无非就是2种情况了，要么你就是把身家性命全部押上，赌赢了改变人生，赌输了万劫不复。要么你的资产已经庞大到了一定程度，可以拿出一笔非常可观的本金进行集中投资，即使这笔投资失败，你的整体财务安全边际也依然稳固。显而易见啊，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人是少之又少的。那我们再看这个分散投资啊，那这条路看似平淡，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却是一种智慧的战略选择。因为分散投资的真正的目的啊，并不仅仅是分散风险，更是为了集中注意力。当你选择购买标普500指数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做一个决策，我放弃在股市里追求超额回报的野心，以换取我最宝贵的资源时间和精力。然后你可以把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像集中投资到一只股票一样，全部投入到对你人生更重要的地方去，提高你的场外的赚钱能力，发展你的事业。这其实也是一种集中投资，只不过你的投资的标的是你自己。所以啊，集中投资和分散投资，它的这个策略并不冲突。你想要获得高额回报，你注定要集中投资一个标的。有的人满足在股市里集中投资的条件，有的人满足在个人发展上集中投资的条件。你总需要把资源集中到一处，而把剩余的资源分散到另一处。这其实就让我想起了巴菲特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巴菲特推荐普通人投资标普500，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更加是那种集中的投资者，大部分的资本都放在极少数的几个公司身上。那这是巴菲特心口不一骗我们普通人吗？并不是。
他这种所谓的心口不一啊，正是他理解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投资策略。就好像他前几年在股东大会上回应一个小姑娘的提问的时候，回答的那样，就是小姑娘问他，说好像没有什么投资机会了。他说呀，你最应该投资的其实是你自己。那这对小姑娘适用，那对我们大多数人其实也是适用的。那我说这些跟我不找下一个特斯拉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的投资组合长期就是特斯拉加标普500。特斯拉已经实现了我集中投资的布局，我不去 all in 是因为我想保护我自己的安全边际，所以我把剩余的安全边际的资金分散投资到标普500上，不去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能够 focus 在我的事业上。那关于这一点我一会儿还会再讲。那对我来说，去寻找下一个特斯拉其实就是在走中间路线，也就是 half measure。比如我今天投资了NVIDIA， 明天投资了 AMD， 然后后天又买了 Oracle。这看起来好像是分散了风险，但实际上我的投资组合既不够集中，也不算真正的分散。比如说，如果我有100万，我分给了7、8只股票，那我应该如何分配呢？大概率我会把绝大部分资金放在我最懂、最有信心的特斯拉身上，而其他股票的仓位都会非常的小。那这样一来，就算我幸运的买中了一只10倍股，那由于本金太低，它对我整体的收益来说也是无足轻重的。更重要的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说实话，光是研究特斯拉这一家公司啊，就已经占用了我很多的精力。过去从伊朗马斯克的采访、演讲、相关书籍，到公司的各种 AI Day， 以及做各种的研究，耗费的时间是巨大的。我至少在现阶段没有精力再去深入的研究另一家公司。那我就举一个自己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我曾经买过一些 Google 的股票。那当 ChatGPT 横空出世之后啊，我开始觉得这个 Google 啊有大公司病，在 AI 时代可能很难调头。在略有盈利的时候我就卖掉了。但是现在我在研究 AI， 我发现在 AI 赛道上，我对 Google 最初的判断是不准确的。所以你看，我这个所谓自诩的长期投资者，在 Google 上持有的时间非常之短。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对这家公司不够理解，或者说信念不够深，我根本就 hold 不住。当然，这不代表你就只能 all in 一只股票。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对组合里的每家公司都有深刻的理解和信念，当然可以去管理一个多只股票的集中型投资组合。但是你将面临的不仅是精力分散，还有持续的在他们之间如何分配资金的决策困扰。这对我来说同样是做事做一半，而这种 half measure 会导致新的问题，这是我不试图寻找第二个特斯拉的下一个原因。那追逐热门股啊，很容易带来一些坏习惯，因为它会把你推向短期交易和赌徒的角色。这是因为啊，当你开始问为什么我没有买那只疯涨的股票的时候，你的决策出发点就已经被股价表现所绑架了。你开始关注它，不是因为你长期研究后的信念，而是因为它涨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我忘了这个原文了，它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你被这个世界震惊了，那可能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模型出了问题。那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长期投资者，对一家公司有信念，你应该是在它股价低迷或者说长期表现不佳的时候发现它的价值，而不是在它一飞冲天的时候才被动的注意到。被股价的暴涨 surprise 恰恰说明了你的功课做得不够。当你因为追涨而买入，你对这家公司其实是没有信念的，所以一旦开始下跌，你会很容易的想，也许我判断错了，也许这只是个泡沫，然后就赶紧卖掉。那这种追涨杀跌的行为都会让你距离真正的长期投资越来越远。那网上经常流行一个段子啊，就把短期交易跟长期持有做一个对比。大意是说啊，有一个人在股票每涨 20% 就会卖掉。你比如20块买，24块卖，40的时候买，48时候卖掉，总共赚了12块。但如果他从20块就一直拿着，到了48块再卖，他会赚28块，远高于那12块。那相比长期投资，短期交易就更像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例子啊，它忽略了还有下跌等复杂的波动的情况。我认可短期交易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你需要想清楚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想获得10倍回报，寻找下一个特斯拉，大概率你需要的是长期持有。但追逐热点的心态会让你去 FOMO， 心态失衡。当你抓住了一个猛涨的股票的时候，你会后悔当时下注不够高，那本金又不够，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就会选择加杠杆，用 margin 或者期权，这时候投资就逐渐的接近了赌博。所以啊，我不愿意去寻找那些所谓的下一个10倍股，我不希望让它扰乱我的阵脚，让我变成一个交易员或者说赌徒。投资特斯拉，我的初衷就是长期持有。
过去它是我的10倍股，我相信未来它依然是。那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后再讲。那英文世界里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What got you here won't get you there。那条带你走到今天的老路，无法带你抵达新的远方。那这句话是我很早之前就听说过的一句话，但是最近在读的一本书，让我对它在个人财务和投资上的理解又进了一步。那这本书呢，就叫做 The Wealth Ladder。那之前一口新饭读过同一个作者写的 Just Keep Buying， 而9月份我们的读书会共读的书呢，就是他今年的这本新书。那在过去几年呢，我这个频道经常去聊财富自由这个话题，但是实际上这个财富自由是一个非常主观和模糊的概念，它跟你的收入、支出、生活方式以及心理状态都有关。而这本的 Wealth Ladder 就直接抛开了这个定义，而是将这个财富分成了6个客观的阶梯。那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你从第1个阶梯走到第2个阶梯所用的方法，不一定能帮你从第2个阶梯走到第3个阶梯。你想要跨越不同的阶梯，就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你比如我过去经常说要节俭，在你初始积累资本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品德。但当你已经是一个千万富翁，节俭虽然依然重要，但不能单靠省钱让你变成一个亿万富翁，你需要引入新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盲目的去模仿成功人士的做法。我之前批评那种针对普通人兜售的那种投资性保险，那很多反驳我的人呢，会举例说李嘉诚买了多少多少保险。但是李嘉诚是李嘉诚，我们不是啊，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人生和资本阶段，他有我们没有的家族办公室，他需要考虑的问题跟我们的完全不同，甚至我们的全部资产都比不了他付给律师的钱，而且你根本就买不到李嘉诚买的同样的保险。用他的方法来指导我们的人生，无异于刻舟求剑，这些更多的是保险销售的话术而已。你必须要看清楚自己正处在哪个阶段。所以对我来说特斯拉这笔投资已经很大程度上帮我完成了财富阶梯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跨越。但是如果我希望再往上走一个阶段，单靠股票投资很可能已经无法帮我带到更远的远方。那我之前的视频里分享过一个统计数据就是真正的Level 5和6的富人呢，他的股市的资产配置可能只占他总资产的30%左右。这并非是他们故意的只放这么少，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在股市之外的生意和事业的价值实在是太高了，高到让股市的资产显得变小了。那也就是说，帮助他们实现跨越财富阶梯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业。那这就让我想起多年前我跟我朋友的父亲算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亿万富翁的一个对话。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我有一笔钱，我是应该先买房还是先投入到我自己的事业里？他问你的事业回报率有多少？我说粗略估计一下，大概是1000%。然后他毫不犹豫地说，那你还用想吗？当然要投到你的事业里了。那现在回看这一段对话有2点让我感触特别深。第一就是我当时高估了自己，我的生意并不能靠简单的投入资金来规模化，所以我最后还是买了房。不过那次经历也确实给了我很多的教训，能够用到现在的创业当中。那第2点有意思的是，当我说出10倍回报的时候，那位企业家叔叔竟然一点都不惊讶。创业多年后我才理解，其实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实现10倍、100倍的回报是可能且时有发生的。这是个体突破财富阶梯非常重要的方式。这当然有很高的失败风险，能够达到 Level 5和6的人本身就凤毛麟角，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要跨越这个阶梯，投资自己的公司可操控和控制的方面要远比在股市里大海捞针要多得多。那关于这点我在之前这个视频里有过详细的分享，那我就不去赘述了。所以你看策略是分阶段的，在财富阶梯的初期，你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场外的赚钱能力上，投资自己。中间阶段你可能确实需要依赖投资股票。而有趣的是对我现在的阶段来说，如果我再想往上走，我需要投资的下一个10倍股也许不是另一家公司，而是我自己的事业。你看，这就又回到了投资自己这个原点上。所以强烈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那最后一个原因其实很简单，我认为特斯拉本身还有巨大的潜力，并不存在一个需要我去寻找的第2个特斯拉。在它已经涨了那么多之后，我不仅在继续持有，甚至我还在不断买入。那我上一次入手是在我去奥斯汀参加 Robotaxi 第1次试运营之后。我相信特斯拉的第2波增长，一个关于物理世界 AI 的故事现在才刚刚开始。
从 FSD V12到 V13到刚刚发布的 V14的演进，以及几年内 Optimus 的快速发展和第3代机器人的蓄势待发，我们就已经能够瞥见未来的一角。当自动驾驶出租车和通用人形机器人开始普及的时候，他们对世界带来的改变将是颠覆性的。或许特斯拉作为电动车的这个增长叙事已经趋于平缓，但它作为一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公司，一家物理世界 AI 的公司，关于无人出租车 Optimus 和能源的宏大叙事，现在才真正的拉开序幕。那这个故事，我认为比电动车的故事要大得多。那关于这些呢，后面有机会再跟大家详聊。所以啊，我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下一个特斯拉，守好我手中的这个篮子，同时把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做好就足够了。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的观看，希望对你能够有些启发。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